时间快到了吧？没呢，时间还没到呢。我真的漂亮吗？真的漂亮。哎呀，可是我不会跳舞啊。那你就随便蹦呗，反正也没人敢说你跳的不好啊。音乐响起来了，让我抓紧时间收拾了。别着急呀，那是别人的舞会。我知道，儿子，我知道。哎！哎！哈哈哈哈哈！现在有请孟先生。九公留步。九公总是让人措手不及。九公是孟家最大的功臣，为孟家服务了大半辈子。他老人家提出回老家养老，作为晚辈的我，实在是不忍心挽留他。我希望他开心、健康、长寿。所以孟家决定在山东邹县为他老人家买了一所500亩的宅院，以此来感谢他多年的辛苦。来，一起。公，家父一生致力于实业救国，一心想造出国人自己的武器。可以说，家父是带着遗憾和惭愧走的。孔子说：“父死，子3年无改其志，是为孝。”我关掉了孟家在上海滩所有的赌场和鸦片馆。孟家的航运公司也不再为鸦片走私提供保护和运输，这就是孟家未来的努力方向。我想以此来告慰老孟先生的亡灵。谢谢诸位赏脸。砸我们的饭碗啊！见鬼了！而且公司刚才来电话，说有2船货被扣，我得赶紧回去看一下。扣在哪里了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没什么大事，
那行，我们走。陈先生，我们先走。我送你啊。好。还有舞会吗？听话，快走。二姐，敬你一杯。你未婚夫明天就能出来。好，慢走，慢走。哎，好，那就我们先走了啊。好，慢走，慢走。哎，慢走。二姐，我们有事先走了。二姐，我们先走。哎，老三呢？他刚出去了。然后呢？哎，走了，慢走。不知道。二姐，我们有事先回去了。哎，好，慢走。把他追回来。走了。哎，好，让他一步都不要离开我。啊。谢谢您的光临，再会。你怎么来了？二姐让我告诉你，现在很危险，让你一步都不要离开。什么呀，一惊一乍的，危险什么呀？走啊！你们俩在上海多住几天，待烦了就去国际饭店，我们家在那儿有几间长包房。我想马上就走了，真的不用麻烦了。对了，你们俩需要什么样的新婚礼物啊？不要新婚礼物，你平安就好了。别忘了及时拍电报来啊，没准我有时间去宁波祝贺你。你呀，最好还是不要来了。这么不希望我来啊？我不白吃白喝。发生这么多事儿啊，把我的生活都搅乱了。谁搅乱你生活了？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忘了上海呢。该忘的时候自然就忘了，别强拧着自己，就怕你不该忘的事情忘得干净，该忘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楚。这老天爷生人啊，给每个人的任务都是不一样的。你看我们俩就不一样吧？怎么了？我们俩不一样吗？你们里面是谁？啊，是谁？跟那凤家过不去啊！你们谁下的命令杀老三？我告诉你，我查出来了，我让你们死了连鬼都做不成！你听见没有？都给我看着！快叫一声！
爹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们回孟家去看看呢。为什么又回去啊？那我怎么知道啊？也许有谁看他不顺眼，一枪打碎了他的头，我们也得早点知道啊。哎呀，幸好没有早和他结婚呐，要不然岂不马上变成寡妇了？你说什么呀？跳再跳会儿。哎呀，你我跳的正高兴。那是谁啊？我来的傻姑娘。那是你舅的新尖子。啦啦啦啦。罗探长。罗探长，见鬼了你！罗探长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可以什么？法租界领事馆开的赦免令，在上面签个字，你就可以走了。傻呀，签字啊！那个女孩呢？张碧兰呢？我又不是负责给你看未婚妻的。不是她。行了，收拾一下东西，我去给你办手续，就在门口等你。你干嘛？张小姐怎么样了？子弹在离脊椎3毫米的地方，如果不取出子弹，病人将终身瘫痪。我们马上要实施电击了，情况很危险，做好心理准备。Clear。血压降到20，20。加大电量，100、200、300 ，Clear。子弹要取出来，人要活着，人要死了，你们谁都别想离开这屋子。加大电量，100、200、300 ，Clear。
这没你事儿了，出去。100, 200, 300, clear。加大电量。100。上车吧，去哪儿我送你。罗探长，你知道张小姐在哪儿吗？你在里边没住够是不是？还想回去啊？她还在孟家。那我去孟家找她。兄弟，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啊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上海，你能保住一条命已经不错了，就别再管别人了。走，上车，我送你。罗探长，他救了我一条命，我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上海啊！我要去把他接出来，你帮帮忙，帮帮忙好不好？上车，我送你到路口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听见没有？不，罗探长，我自己去吧。你上不上车？什么情况？兄弟，你运气怎么那么差？太背了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我被释放了！我被释放了！我被释放了！罗探长，我上车！我上车！罗探长，我上车！罗探长，罗探长，我上车！罗探长，我被释放了！我上车！我上车！罗探长。子弹取出来了，脱离生命危险。谢谢。什么时候能醒来？病人很年轻，身体状况也不错，最多24小时，肯定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哪都不能去，住在孟府，费用不用操心，随时候着。你们俩在上海多住几天。我想马上就走了，真的不用麻烦了。对了，你们俩需要什么样的新婚礼物啊？不要新婚礼物，你平安就好了。发生这么多事儿啊，把我的生活都搅乱了。谁搅乱你生活了？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忘了上海呢。该忘的时候自然就忘了，别强拧着自己，就怕你不该忘的事情忘得干净。该忘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楚。我都到了码头了，这姑娘非闹着要回来，她一个人回来我又怕。我又不放心，舍着那船货不要，我就跟着。这谁想着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！老天爷保佑，幸好小孟先生是毫发无损。孟家100多年，想不到还有今天。查，一定要查，一查到底。怎么样了？张小姐已经脱离危险了。我宁可那一枪打在我身上。你这是说什么呢？啊！你告诉我那枪是不是你开的？是不是你开的？我，你为什么那是我的？
我是要把你嫁给他，怎么可能是我干的呢？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做的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你给我出去！为什么？走，进来。不走。你跟我走。我不走。走。是不是他？陈先生没有傻到这个程度，可以怀疑，不能证实。看来好像是我干的。是开玩笑的时候吗？我弟掉根头发，我都要跟人拼命的。现在怎么办？坐等别人开第二枪了。要解决这个事情，还是有办法的。你说，没有做不到的。孟家有很多朋友受过孟家的恩，孟老先生一直没有跟他们联系，因为他觉得最危急的时刻没到，现在到了。把他的联络簿拿出来，开枪的人一定可以查清楚。不在地下室吗？爹的东西都放在地下室啊？不在地下室。我从来不碰他的东西，他没交给你啊？这些人是孟家最后的财富，老先生不会轻易交给我。这老三才是最大的财富，我要有，我能不给你吗？认出来了？没有。您瞧，中指有茧，临死前还打死了我们2个弟兄，很冷静，应该是职业军人。孟家跟军队没关系啊。他不是中国军队的人。黑龙会。黑龙会是什么？日本军人的秘密组织。那这么说，这是小日本干的，是不是想替清水报仇啊？这件事儿咱们要不要查下去？问你舅舅吧，他是孟先生，我不是。哎，真的忍心走啊？既然那个女孩子没事，我就走了。待在这儿也没有什么意思，跑也跑不动，做事也做不好。唉，何苦自取其辱呢？可现在是孟家最艰难的时候啊！我更应该走。你忘了我跟你说的话了？老实说，昨天晚上孟先生那么说，很冒失。这是我们老一辈的经验，也许他有他的道理，我不能阻止他。不过我觉得，我们还是应该留一点将来见面的余地。是。
我送你吧。哎，不行是什么意思？嗯？不许打听消息，不许追查，不许有任何行动。不行就是不行。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？等我把主谋抓着了，你再枪毙我行吗？我没有生你的气。那你怪我没保护好你。没有怪你。好，不管你怪不怪我，现在人家已经杀到家里来了。今天能在假山上，明天就能在这个屋子里来。那就让他们来，正好我见见。你说什么？出去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就没有一点建议吗？能想得出的办法都告诉你了。有那么多的人想要帮助孟家，我怎么不知道的呢？之前孟家有一个读书会，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，帮助他们成为重要的人，给他们本钱经商，他们自重身份，不轻易露面的。只是孟家有艰难的时刻，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了。我不相信。保重，有空来山东看我。嗨，你们这儿怎么了？这都是？闪开！我要进去看看。榔头，谁的房间你都想进去看看？一会儿二奶奶回来，看不把你的头揪下来。老陈吧，替我二姨看房子了，这么牛啊？那倒不敢。您等着，二奶奶回来，你们这舞刀弄枪的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家里出了内鬼，知道吗？后厨老王替昨天开枪那人把枪给运进来了，谁干的？有没有同伙？是不是得查呀？别挡着道。那也不能查到这里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走！哎呦，哪有带红头装什么大牲口？二姨房间给我搜。自己的弟兄来了多少个人？从淮南招来40个人，刚刚安顿好。告诉他们，现在是战时总动员，把园子给我守得牢牢的，许进不许出。孟先生跟二姨也不行，
放走谁，提着脑袋来见我。是。你爹呢？我和他吵了一架，他走了，我留下来守着孟先生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屋子里边能点火的东西都带走了，把眼睛都给睁大了。电话机切断线就行了，把电话拿走。躲开！哟，你干嘛呢你？抓内鬼啊！你抓内鬼，你抓到这儿来干什么？电报机拿过来，放地上。来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你现在，你疯了？我没疯，你爹才疯了呢！把你留在这儿当人质，内鬼没抓到之前，谁都不许走。不走就不走。干什么呢你们？这帮废物！娘，能能。阿姨，您回来了。宋九公他老人家回山东了。是回山东。真不仗义啊！你说这老东西，看见有问题，夹着尾巴就跑了，还是我榔头忠心耿耿，不吃不喝不睡觉，在这查内鬼呢。娘，榔头啊，乖，把你妹妹上吊，把这些人支走了。二姨呀，想好好听听你是怎么抓内鬼的呀？你怕什么呀？你妹又不是内鬼。慢点，龙妈。没事啊。二姐，我陪着你吧。不用，我们自家人聊呢。你呀，先出去，快去找你爸。别呀，陈小姐是在这儿陪孟先生呢。来两个人，送陈小姐到她自己屋子里休息。行。榔头啊，那你跟二姨说说，你是怎么查内鬼的呀？我呀，我是上上下下的找啊。开枪的那个家伙使的是一把长枪，他是怎么带到府上来的？咱们的围墙24小时都有人巡逻，他假扮了哪个客人的随从，跟着一块混进来。可是有一样，我在门口盯着，所有人把枪都给缴了呀。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，有人提前把枪运进来，放在了合适的位置上。榔头有长进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你一想就明白了。那人抓到了吗？抓到一个，您猜是谁？后厨厨房的老王，负责买生猪的。他收了人家的钱，把枪藏在生猪肚子里边，从后门运进来的。你呀，可以去法租界做探长了，真了不起。可不是，我都佩服我自己。人都抓到了，你来我这儿折腾啥呀你？那您说会不会有同伙呢？你瞪大了你的狗眼，我看看，你二姨像不像内鬼呀？二姨，您别生气啊，我眼睛瞪得再大，我也看不清楚。
我让人把府上所有的电话线都给切断了，防止同伙打电话跟外面通风报信。啊，还有一个，我要把所有带枪的里里外外都查一遍。在这期间，孟府许进不许出。我什么时候找到了，咱们就外甥打灯笼，一切照旧。您看行吗？就凭你，您还能指望谁呀？说的也是，还能指望谁？唉，这一宿啊，把我折腾的，快给我滚吧！沈阿姨啊，进来帮我收拾一下。好的。那咱们就说定了，您跟舅舅的安全，从今天起就落在我身上。榔头，把陈小姐放在府里不是个事儿，自家的事儿别闹到外面去。二姨，您就别操心了。陈小姐是她爹留在咱们这儿的人质，干嘛不要？我觉得我舅舅也不是特别喜欢她。赶上你哪天心情好，替我做个大媒吧。快滚！我走了。龙娜，快来，妈妈跟你玩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两个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要跟我爹回家。孟先生呢？把榔头叫过来，我要问问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你们俩放不放开啊？放开我！榔头，榔头！那是谁啊？内鬼厨子老王。陈小姐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没事了。手脚都麻利点儿，赶紧给他埋了，弄得屋里那么大血腥味儿。陪你玩的好，来这，来，哎呦，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，哎呀，榔头，榔头，我是不是该吃药了？娘，你傻了，你根本就没病，吃什么药啊？哎呀，可是到了这个点儿不吃药，我别扭，浑身都不舒服。好啊，煎一碗给二姨端过去，让二姨喝。哎呀，榔头，榔头！心跳正常，就是血压偏低点儿。他怎么还没醒来啊？你不是说24小时之后就能醒来吗？我只能说手术是成功的，
病人大脑和中枢神经都没有问题，就是失血过多，醒来只是个时间问题。轻点儿。味道还不错。难喝死了！要你一次喝2碗，一天喝3次，你试试。老二啊，老二你怎么了？啊，老二，哎，老二你怎么了？笑什么笑？笑什么笑？你不是看我难受你就过瘾吗？老二，你敢骗我？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怎么收拾你！真的是的，好像你还真喝过几碗似的。当然都是我喝的了。当然，榔头也替我喝了一些。他呀，人没到，药味先到。嗨，想喝就喝，反正啊，他也有病。你才有病，你最有病。老二，我告诉你，爹死了没人护着你。你别以为我小时候让你，我现在还能让你。你耍什么横？耍什么威风啊？是，榔头是不姓孟，你闺女也不姓孟啊。哼，老东西留点烂摊子，你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啊？明儿我就派人把老头子挖出来，搁你屋里供着，你不是喜欢吗？嗯。你少嚷嚷！要不是我呀，你那儿子死100回。你们娘俩玩什么把戏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知道个屁！榔头，你可要为你爹报仇啊！新婚之夜，我肚里刚有了你，你外公就来啊，把你爹拖出去了。等我追出去啊，院子里都是血。你唱评弹去吧你！你怎么不告诉他为什么要杀他呀？勾结外人，你办婚礼的时候想把我们全杀掉，爹还以为办了婚事，两家人可以化干戈为玉帛。人家不那么想啊！如果他真把我跟爹都干掉了，能留下你吗？这样的人啊，从棺材里出来，我再杀他一回。哼，我宁可死在他手里，也不愿意跟着你不阴不阳的活这么多年。你嫁的人好，你嫁的那个人呢？啊？哎呦，大力，大力，我爱你！哎呀，大力，你怎么能去当汉奸呢？大力啊，这是我爹的兵工厂，现在交给你了。只要你好好经营，我爹是最信任你的。哎呦，大力，哎呦，大力，他给兵工厂下了3000万的订单，孟家一个子儿都没看见，投下去的钱连个声音都没听到。后来才知道他是日本人的人，杀他头的通缉令现在还贴街上呢。我的这门亲事是爹一手办的，这人是不是汉奸没人知道。孟家以后没有这个人了，谁提他谁死，这是爹说的。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吧？是啊，我们俩的婚事都是他定的，他死了，把我们俩撇下来受罪。
行了行了，行，睡觉去睡觉去。哎，不，老二，我今天跟你睡。哎呀，老二，我求求你了。哎，老二，行了，我跟你睡，好不好？等我收拾完，啊，我帮你啊。你不生气啊？不生气。我欺负你那么久了，你才报复回来这么一点儿，不生气。你那厂子还在那儿？对呀、上次去你那厂子里面有一个小妹妹，很漂亮的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李先生也看到，是吧？他心里很。你这儿用不了的，到我这儿来啊！我还不够用。说的可真的啊！是。你这个真是。对是。你得还呐啊！你说是不是？啊，这样一定的。哎呀，孟先生不来了，现在孟府的事情暂时由我来掌管。今天找大家来就是开个会，商讨一下往后咱们应该怎么办。你，大家都知道，九公走了，孟家出了大事情，孟先生被人开枪暗杀，后台尚未查明。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有嫌疑吧？榔头，你还有没有王法？摸摸自己头上长着几个脑袋？就是一个小瘪腮，还敢冒充白相人！我现在从这个屋子里走出去，不到1分钟之内，你们就会被打成马蜂窝。跟我这儿说什么王法？胆子够大的呀！吃的孟家的饭还是榔头的饭？孟先生不让别人进去，我们也听他的呀。这屋子里2个大活人，不许进不许出的，什么意思？这是孟先生亲口交代。孟先生说，屋里面那个姑娘如果不醒过来的话，他绝不走出房门半步，也不许别人进去，就连送饭也只能送到门口。那你去告诉他，说二姐要见他，啊！快去。我们这位孟先生呢，他是一个好人呐。他说了，大烟馆赌场不开了，没关系啊，
日进斗金的买卖不要了，大不了大家一块陪他要饭去。可是有一样，上海滩的大烟怎么运进来的呢？那是孟家的船队武装押运进来的。现在孟先生正式提出来了，要把这一半的股份收回来，卖给英国人或者是国民政府。这可就是断了所有人财路的事儿了啊！你们谁没有嫌疑啊？谁不是靠大烟吃饭？站出来！我榔头给他磕头，给他赔礼道歉。这事儿啊，从头到尾，那都是小孟先生一个人定，可没跟我们大伙儿商量过。这事儿还真麻烦啊！他要搞什么实业救国，我才不跟他去呢。榔头，你能领导孟家多久啊？我们这位孟公子呢，他现在是为了一个女人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是如痴如狂啊，跟戏台上的多情公子一样。我觉着他疯了，可是我没疯啊，我还是孟家的一员呢。在孟先生恢复理智之前，我希望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，共度难关。这脸色太怕人了。干嘛？干什么？榔头把院子封了，电话掐了，代表你在外面谈事呢。那怎么办？这家业是你的，不要问我怎么办。你得想办法。这榔头在外面站稳了，头一个就杀你。让他来好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有事吗？就是过来告诉你一声啊。我会保护诸位的安全。如果有谁对我不满意，当面提出来，在我背后下手，会死得很惨。陈先生一直都是我们的盟友，今天在我们落难的时候，拉了我们一把。陈先生是支持我来领导孟家的，我希望大家像我一样的尊重我。来，等等，坐。各位，我的原则是有钱大家赚啊。孟家人又想做婊子，又要立牌坊。我呢是只做婊子，不立牌坊啊！你没来之前，这帮老东西已经吓得半死了。我算看清楚了，什么江湖豪杰义薄云天，屁！一个个又胆小又自私的老东西，除了爱钱什么都不爱。你可别小看了他们，人活到这个岁数，打开肚子一看，心肝肺都长成弯弯绕了，稍不留神，大局就乱了。孟文璐呢？你打算怎么做？不用我处理，那个女孩已经把他迷得五迷三道的了。我很清楚他这个人。发起疯来，什么都不管，全世界毁在他手里边，他都不会皱眉。哎，要这么说呢，我接管孟家那也是理所应当啊。谁呀？老二，你真行，
觉都不放过我呀？老二，我睡不着，想跟你聊聊。真是穷人得了狗头金。我没有，你就是，小时候就这样。应该年初一穿新衣服吧，30晚上就穿着睡。我还不知道你。我自己的东西我愿意。现在这整个家都是你的了，你干嘛还挤在这儿跟我睡呢？我刚才突然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，我着急跟你说呢。睡。你听我说，你给我起来！行，说。我刚才想，榔头这么干太不对了。孟家嘛，他不姓孟，他要做孟先生，名不正言不顺呐。你病得不厉害吗？干脆把他过去吧。他管老三叫舅舅，把他过给老三。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我刚夸你，你真不禁夸。这老三还没结婚呢，生那么大一儿子，笑死人了。有什么可笑的？比如说，老三明天就死了，那家里不就没后了吗？你说疯话呢吧？你杀了我得了。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行，来掐，现在就是杀。杀就行了嘛。哎呀，看你多小气，又生气了。榔头有什么不好啊？他最怕你了。他最恨我差不多。不会，真的，你相信我，他一定听你话，我保证。老大呀，顺风旗呀，不要扯得太粗了。要打老三的主意呀，还是趁早消了这个念头啊，听到吗？孟家这个烂摊子，真是让人头疼，也不知道能撑多久啊。我听说孟家每一代都有个秘密要传下去，这个秘密在孟文禄没有说出来之前，你可轻易不要弄死他。什么秘密？孟家该知道不该知道，我全知道。那个秘密呢，就是用来唬外人的。你分头找那些老东西再谈一谈，只要他们买账，我们这边就好动手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孟家这么多年不倒，你外公老孟先生在病床上躺了5年，在上海滩咳嗽一声，依然是地动山摇。世上没有这么幸运的人，你还是去查一查吧，看看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。我是不是孟家的人？我说的话你相不相信？只要咱们把江山给做稳了，就让孟文禄带着那个秘密到棺材里边去。老三有什么好？又不听你话，又不买你的账。家里的烟馆和赌场都是你和九公搞出来的。老三一回来，把你的一片苦心全推翻了。要换我，早气死了。你还什么都清楚。所以嘛，这件事情只要你不说，没有什么办不到的。反正家里要有一个孟先生，榔头一定乖，一定听你话。哎，要不我管你叫姐。姐，姐，你给我听着！你要不就给我倒头睡，你要不就滚。姐，老二，我说汤头，孟家你也得了，那些大佬一时半会儿也不敢得罪你，还扣着苏佩干什么呀？我今天把他领回去，他娘也怪想他的。别呀，让他留下来接着做客吧。小子，要不是我出来支持你，早就乱成一窝蜂了。给我玩扣人质这一套，就太不够意思了。您要是这么说，那就有点见外了。一来呢，
你要是万一不支持我，我手里头总有张牌可以打扮。二来呢，我记得您答应我的，他是我的。小子，你走得太远了。咱们俩都一样。您不是也想把孟家给吞了？假如有一天，您的外孙掌管了孟家的财产，那您的心愿不就了了吗？你把苏贝嫁给我舅舅，那不就是为了这个？苏菲这孩子啊，平时看着挺软弱，可心里主意稳得很。他可不是你说几句话就肯听。这一点你放心，我是真心的、敬的、爱的。他要是说句不同意的话，我一根毫毛都不会动，原样的送回来。那好，那就让他继续留下做客。总之一句话，盯住孟文璐，盯住所有的人。
和平饭店订的，给陈小姐压压惊。谢谢啊，管人质吃这么好的饭菜。什么人质不人质的？我娘不是孟家的人质吗？当人质好啊，显得你值钱。你要是当人质没人要，那才倒霉呢。来，你过去干过绑架人的事儿吗？没有。谁信啊？我又不是土匪，我不是秦先生，我绑肉票挣这份钱，你太小看我了吧？本来是想让你高兴一下的，多吃点。你爹来看了你好几次，都被我劝回去了。是吗？也不是。你爹要是真接你走，我哪拦得住啊？我敢冲他开枪吗？他把你留在这儿是有目的的。什么目的啊？他就是想看看我能不能把孟家给吞了。万一不行，再带你走也来得及啊。老东西真狡猾。对不起啊。这个我不反对。可万一你要是输了呢？他不再支持你了，你不也得把我放走吗？可我当人质还有什么用呢？你不觉得你这样做特别愚蠢吗？怪不得我爹他们说你。说我什么？说你狗肉上不了台面。我看你啊，又笨又自以为是，我都看透你了。我知道你不会动我的，不过你能拿我威胁我爹什么呢？给他留一念想，说不定我会扒了你的皮，挖了你的眼睛呢。反正我活不了，谁都别活。我就错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爹知道我喜欢你，知道我不敢杀你，我就不应该暴露出来。现在说这些也晚了，吃吧。你喜欢过一个女孩吗？你知道什么叫喜欢一个人吗？喜欢过，读书的时候喜欢过。那个时候他们在女校，不常见面，每天就蹲在校门口等。那个时候10几岁吧。后来他跟我说，他跟他爹去英国了，结果不到半年在闸口局就碰上了。他爹抽大烟抽迷糊了，让他出来接客。我娘说，长得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，这是对的。那然后呢？然后什么？她站街做妓女，你不会给她一点钱救她出火海啊？小说读多了吧？听我的啊，信谁别信沾痕水。把她救出火海，搁哪儿？我自己还在火海里待着呢。我有几个胆敢救别人？后来倒是想过，实在不行，把他爹给干了。后来一想，算了，就当他去英国了。你倒挺会安慰你自己的嘛。那怎么办？我总得活下去吧。小的时候书读得不好，家里需要干脏活的，我就派上用场。我要像我舅舅那样搞武器研究，我一点用都没有。到这个时候，那我不得不争一下了。要不然，你看我就更没用了。想要点什么？
我出去给你买。不行，你必须得要。谁让你是人质呢？这个不错。那是您真有眼光，这个在您身上特别漂亮，您可以试试这个。这个也是，这个这位先生，您想挑点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一个卖首饰的问我想挑点什么？给我弄点女孩喜欢的，个儿要大，东西要好。哎，给孟府将来的少奶奶用。是小孟先生的亲事儿，那我可是烧了高香了。你等着，我去拿我压箱底儿的东西给您来抽抽。您瞅这个，如果小姐是洋派的，我这有一套镶了火油钻的耳环戒指，那可都是英国女皇上用的。包起来。行。你再看这一套，如果这位小姐是书香门第，我这有一套老坑玻璃种的耳环、小扳指、戒指，另外我再送你一套考蓝镶宝石。全要了，都包起来。行。狼子哥，狼子哥，你叫我什么？平时不都这么叫吗？我问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孟先生，干你娘！老子他妈不姓孟！我问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瞧你那熊样，吓着了吧？什么事儿啊？啊，狼子哥，我来是想问一下这个张小姐那个未婚夫，这怎么又抓又放的？到底怎么处置啊？你说呢？没事儿，大胆的说，咱们兄弟出生入死的。啊，我就是想来问问，你看他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罪过，是吧？这总这么关着，他不是个事儿。再说他跟孟先生还有那种渊源，你看想讨好我舅舅，不是我听您的呗，我不知道啊，叫我来问你嘛。你这滑头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李慕华不但是骂了孟家，还骂了李先生，骂了秦先生。热血青年嘛，那不逮谁骂谁。是是是，我舅舅想放他出来，不少落埋怨，要不然至今还没放出来。现在好了，我舅舅跟他未婚妻一个屋住着，你把他放出来怎么收场啊？赶紧杀掉，一了百了，大家高兴。真杀呀？不敢啊！那不是，那不是，不是，毕竟他法国人，他有王法呀。你不是叫罗老虎吗？那你就把他吃了呀！老虎吃人可不讲王法啊！去，今天就办了。哎，行。怎么又是你啊？顺便经过，过来看看，送你点礼物。
火油钻，英国女皇用的。耳环、戒指，这个玩意儿叫胸针。对，镯子。中国女皇用的，什么坑来着？老坑。没错，反正就是一整套啊。我对首饰也不太熟啊，喜欢吗？还行吧。喜欢就好。我知道你爹也没给你买，这算我送给你的。谢谢。要不要做新衣服？上好了东洋布料啊。哎，要不咱们去看场电影，或者咱们去听麒麟童，他那破锣嗓子我最喜欢了。盖叫天也在上海，小武艺八大锤，连演3天打炮戏，都是我喜欢的。你舅舅呢？我舅舅3天3夜没合眼了。那个姓张的姑娘要是不醒，孟家的3公子，那就是不吃不喝不睡的等啊。那痴情的样子，要用文明戏里的戏词来说，就是看着叫人好感动。所以他才是孟先生，你不过就是个榔头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去过二姐那儿了，这些天你干了什么我都知道了。你就是一个坏人。这个世界不归好人管，有实力的贼那也是贼呀。就像你外公和我爹那样，都是贼，对吗？所以他才是孟先生，你不过就是个榔头。这个世界不归好人管，有实力的贼那也是贼呀。就像你外公和我爹那样，都是贼，对吗？你怕什么？我什么都不会干，我不过就是跟你说点心里话而已。这个位置我不稀罕，我就是想知道，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不是比较有魅力。再见。郎东这几天忙，顾不上去你那儿问安。我们家哪有那么多的规矩？那可不行，姓孟的圣人之后，没规矩怎么可以啊？那你就跟他说，我身体不好，我见着他堵得慌。身体不好？身体不好没见你喝药啊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吧？原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哎，大姐跟你说实话吧，你恨我呀，挺自然的。你想报复我呀，我也完全能接受的。我仔细想想，我不能报复你。以前的事儿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，可是你在我眼前让我很不舒服。爹在山东不是买了一些地吗？空气好，风景也好，舅公也在那儿。要不，你到那儿养养身体？不怕我走了，没人给你梳头了？行，我带老三一起走，这个孟家就让给你们了。老三哪儿都不能去。
孟府，没有孟先生撑场面，这戏就不好唱了。老三真的不能走啊？我说不让就不让。能不能走？能不能走？你别以为我下手很少，我只要轻轻这么一掰，你就痛快了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你们看我干嘛？看我干嘛？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恨你们！老五哥，你干嘛呢？瞎呀，磨刀。那你不问我来干嘛的？你来干嘛？今天百乐门有一客人赢了钱，请我们大家吃蛋糕，我们都吃了好多。我偷偷拿了一盒给你，你值夜班可以带回去吃。你不请我进去坐会儿啊？不请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人家给你送蛋糕，你还这态度。我又没让你来送，麻烦你拿回去吧，我也没什么可送你的。我就给你，就给你。给我就放这儿，没看我正忙着呢吗？我帮你磨。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就不要脸了！你不是磨刀吗？来，把我杀了！你回去行不行啊？大半夜都几点了？电车都没了吧？带钱没有？我给你叫个黄包车。不用你管。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张碧兰啊？我没那本事，他中枪了，现在死活不知。中枪？他连个蚂蚁都不敢踩死，那怎么可能中枪啊？我都劝过他，让他离开这儿，非不听啊，非得要救人救人。这什么地方？上海，那也是他待的地儿。那你带我去看看呢？小孟先生不是会护着他吗？小孟先生自身都难保了，现在榔头主事儿。小孟先生也被囚禁了，也死活不知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问那么多为什么干什么？不想活了？好，我现在告诉你，看见这把刀了吗？榔头让我把你朋友的未婚夫给处理掉，给杀了，就用这把刀，看见了？多薄啊！杀人连血都不见。你说什么呢你？你怎么能去杀人啊？哎，你自己说过他根本就不该死，你不是坏人，你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事？听我说。我听你说，听你说有用吗？哎，
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一个狗腿子，你一个百乐门的香烟女郎，我们说了有用吗？那你知道我喜欢你，说了你总该听吧？你去过我家吗？你没请我去。我有一个儿子，我不在乎。他脑子里有瘤，我这一辈子挣钱也不够他动手术的，所以我就拼了命的给人家干脏活。也许有一天我干不动了，攒的钱也不见得够，所以我还有什么资格被人喜欢？我劝你也赶紧回去吧，离开这儿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上海这个烂地方，没有什么靠得住的。你带得了我的傻儿子吗？不能。你能阻止榔头不杀李慕华吗？也不能。他就算我不去，还会派别人去。我们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？我一直想找个人阻止我。我不想杀人。
靠你，靠你！老虎哥，哎，老虎哥，你帮我忙行吗？帮我照顾个人。谁呀？你不认识？去哪儿啊？我家。他怎么了？伤了？病了？谁呀？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？我问清楚了不行吗？我一个朋友受了点伤，我又照顾孩子又照顾他，我怕忙不过来啊，所以想请你帮帮忙，因为我觉得你比较可靠。我发誓，我谁都不会收的。那你先回去吧，我上楼收拾收拾，一会儿就来。这不是收拾挺好的吗？你就回去等我吧。那酒精了、剪刀了、棉花什么的，你都有吗？不需要我准备啊。那倒是。行，那你快点啊。那走。哎，啊，我家知道在哪儿了？知道。哎，千万不许告诉任何人。放心，你回去等我啊。那谁帮我找个人力车啊？就是前面那个门那儿。老虎哥，老虎哥，老虎哥，你给人钱。啊？哎，你们把东西都拿上去了。哎，放在瓶子间就行啊。你怎么把家都搬来了？是你请我来的，可别反悔啊！哎，放楼梯间啊，别进去。关门，关门。这人死了吧？没死，失血过多。我那朋友下手有准呢。他谁啊？宁波张小姐的未婚夫啊！你们整天喊着救人救人，连他是谁都不知道。来来来，来，帮我把它擦干净，然后给它包扎去。哎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毛球。罗毛球。不是，那小名。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？毛球，毛球，佳怡。阿姨。呀，你真乖，姨陪你玩好不好？ biu biu biu。哎，你干点正事行不行？我让你来干嘛来了？一会儿陪你玩啊。那张小姐呢？你也得想想办法呀。想什么办法？没办法，在孟府呢。我说，你弄这么多东西，你走的时候怎么带走啊？不拿走了。以后你搬家，我的东西就跟着你走，我人都跟你走了。我可以替你照顾朋友啊，照顾毛球，照顾你吃饭。反正是你请我来的，你不许轰我走。儿子，烦不烦？
别乱动，别乱动。你醒啦，赶紧感谢我吧。去。你热不？这种金疮药好得很，连伤疤都不会留下来。不过这几天呢，你是不能洗澡了，得忍一忍。他们学生每天都要洗澡的。对，我们狗腿子天天不洗澡，臭得跟猪一样。毛球，是不是年糕啊？哎，你别给他吃那玩意儿，消化不好，拉的屎可臭了。你爸不让你吃。罗探长，这回我是不是真的死了？对，你已经死了。他都是鬼。我想了个主意，找了我江湖上的朋友进去用刀捅你。别动，这药贵着呢。好疼。没事啊。那把捅你的刀啊，上面喂了假死的药，别人看起来都以为你死了，血流了不少，但是现在你活了，安全了。搭把手。哦。这位是罗太太吧？差不多，你可以叫我罗太太。我啊，还是张碧兰的房东家好朋友呢。碧兰怎么样了？她在哪儿呢？她为了救你，还在孟家呢。我们也进不去。还在孟家？不行，我得去找她去。我得去找她。我说，别动。我跟你说好了啊，人呢，我是把你救出来了，但是我跟康妮还有孩子的命也算是搭进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别在上海给我出现走动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在上海也活不下去了。看清楚了，你觉得你的命比他值钱吗？行了，你别吓唬他。我没吓唬他，记住了啊！我去做饭，看住了。罗太太，你快告诉我，碧兰怎么样了？她为什么还被扣在孟府啊？我明明都被放出来了，为什么又被抓回去？我要是知道就好了。上海这地方怪事儿多，你就别多问了。我还马上想知道他到底怎么了。毛球，来。这是孟家在龙华一带的地契，有1000多亩的水田。这是孟家远洋航队的股权书，可这上边有点奇怪。奇怪什么？几天以前，孟文禄把孟家远洋航队的股权转交给了马奎代理。麻烦的是，你看，在股权持有人孟文禄不能独立行使职权的情况下，监理人马奎负有对股权持有人孟文禄决策之义务。没想到他们还来了这么一手。这个马奎什么人？从职位上讲呢，是国务秘书，说大则大，说小则小。可麻烦的是，如果马奎以孟文禄不能独立行使职权来限制我们鸦片生意，一来你得不到股权，二来我们还是白忙。干掉他？那是不行的。有些人是不能用枪说话。完了，我去找他谈一谈。哦，这是孟家的9间商铺，还有6家沙纺厂和面粉厂的干股，怎么转到你手里？这么多东西，我怎么都不知道啊？刚才还说你莽撞，现在该莽撞了，你反倒小心了，可笑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明白吗？你以为现在的人都服了你了？错了，
他们是在观望。像孟家这种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趁着人现在在你手里，给他来个利索的，这不什么都是你的了吗？杀我舅舅，那不行。有什么不行啊？说个道理听一听。那不成了大逆不道了？你忠孝节义啊，失敬失敬，这我还刚看着。可你现在这样就不算是大逆不道了。我看你呀，是做人难受，做狗舒服。你说什么呀？我说什么？你打算把你舅舅怎么样？一辈子关在屋里，你晚上睡觉不踏实。把他放出来，你还不如对着自己脑袋开一枪更好。只有一个办法是最安全的，那就是他死了，把他供在祖宗的牌位上，其他人没有任何念想了，天下就太平。我舅舅就是个没用的人。你看他干的这些事儿，他只不过跟我们的利益不一样，我可不觉得他是个没用的人。好，你再考虑考虑。我去看看我的女儿，这总可以吧？只能喝水了。你的手被烫伤了，给我看看。没事儿，给我看看。我们家锅太沉了。祝我健康。健康，尝尝我做的菜吧。怎么样？来吐了。你说完了。回锅肉。评价一下，这几道菜谁排第一？最好吃的肯定是炒饭了。失败。不会不会，炒饭很好吃。这桌菜就是炒饭不是我做的，厨房做的。没问题，第一次嘛，对不对？谢谢你救了我。儿子，你来，我给你商量件事儿。李老爷的坟安顿好了吗？您呐，和尚说要诵经100日，诵满了100日才能够移灵柩。你把你舅杀了，和你姥爷埋一块儿得了。什么？把你舅杀了？你等会儿。
你怎么跟我说这个呀？好不好嘛？娘，早点休息，明天早上我带你到海上去散散风、透透气，好吗？我不去海上，透什么气呀？不是你这是怎么了？不是你天天吵吵着要出去散散风吗？以后家里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啊！我不去。儿子，想了好几天，你就这么干，你把他们杀了，都埋在一起；你把我和你二爷杀了，埋在他们旁边。我们在地底下呢，还是亲亲热热的一家子。我们的冤仇已了了，也没什么可争的了。我们都要看你乖乖的坐在那儿，像个孟家的继承人。你到底有病没病？是我求他们陪我出来聊聊天的。以后陈小姐想去哪儿，别拦着她。真的？真的。你现在想回家，马上送你。骗人是什么？小狗。你既然已经拿我当人质了，我也就不着急回去了。只不过这些天也没有人陪我聊天，沉闷得很。我带你散散步。其实出去也是无聊。我跟你说个秘密吧，我不爱跟我爹回家。为什么？在他那儿，除了生意就是生意，乏味死了。我舅舅今天很高兴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那个姓张的女孩醒了，他从屋子里边送了张单子出来，买了很多菜，然后下厨炒菜给他吃。你说好笑不好笑？好笑。我不是故意说这种话打击你，我也没觉得我这个小舅舅对姓张的女孩有什么别的主意。人有的时候可能和不爱的人在一起，会更轻松一些。像你这种金枝玉叶的大小姐，也用不着跟乡下人较劲。浪头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我是不是没有他好？当然不是，你别在意啊。我舅舅如果不是那么糊涂，不想让孟家倒台，他还是会娶你的。你这是安慰我的话。我知道他根本不想跟我结婚，他心里想什么，我永远都不知道。我倒宁愿我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，他倒更能注意我一点。这种事儿我不太懂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人。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些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想喜欢谁就喜欢谁吧，反正我就是个倒霉蛋儿。说的好像你有多委屈似的，谁还敢惹你啊？听我爹说，你已经是上海滩的新贵了。去他娘的新贵吧！每天头大八圈，各种各样的烂事儿，吃饭的时候都不能和旁边的人聊天，想说什么都得想半天，有意思吗？你这样的人也会有为难的时候吗？我当然为难了。
你爹让我把我舅舅杀了。我爹说的。是啊。那你呢？我不知道。现在脑袋乱得很，每天脚不着地在空中飞，跟做梦似的。浪头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那就不要让我恨你一辈子。我小的时候啊，在香港教会学校念的书，那里的嬷嬷都很凶的，连洗澡的时候都要穿裙子。我最调皮捣蛋了，所以每次都要挨嬷嬷的打。她一边打我一边说：“永远不会有男人喜欢你的。”我觉得她是对的，她是上帝的代表。直到那天你跟我说，让我很感动。我觉得上帝又站在我这边了。你知道我认识你舅舅的时候才多大吗？11岁。我爹拿着一张照片给我看，让我记住他的长相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？他已经把我卖掉了，我命中注定就要嫁给这个男人。其实来这里之前，我也像学张恨水小说里的人物，追求自由、光明，离家出走、绝食，反正能干的我都干了。可是结果呢？我还是得回来。我是个废物，我没有勇气为自己选择什么，你也没有。我有。就算你杀了你舅舅，你就心满意足了吗？你杀他也好，不杀也好，我也只有这一次嫁人的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他，他越是胡来，我就越喜欢。这和你和我爹完全不一样的，我但愿你明白。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反正枪在你手上，你自己决定吧。我回去接着做我的人质。可是我已经喜欢上你了，怎么办？乖，不要跟舅妈开玩笑了。不行就歇会儿，啊？没事儿，其实你不用管我，你还有那么多事儿。我的事儿就是照顾你，家里的事儿有二姐榔头呢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好起来的，因为你做的饭实在是太难吃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的饭会越做越好的。就算你将来成为一个好的厨子，我也吃不上啊。我自己走吧。你看，让你逞能，疼了吧？我在外边等你。去床上吧，啊？什么事儿？张姐姐醒了，醒了，身体还有点热，不过没事，年轻，恢复得快。
舅舅啊，那个开枪的人不是我安排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有唱戏的，有扫地的，有卖票的。你不是那个什么都知道的人。你也不是。我当然不是。我不比你差，就因为你姓孟，要不是我，你死了好几回了。不想问问我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呢？你太软弱了，根本就成不了事儿。你了解上海吗？你的那些说教根本就不切实际，什么理想啊、实业救国呀，狗屁都不是。还有，宁波来的那个张姑娘，她是死是活跟你有何干系？哎，这个有关系啊，人家救了我2次的，怎么能说没关系呢？你就是个烂好人。你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。九公想让你当傀儡，苏佩他爹天天在背后算计你。你在酒会上说的每一句话都得罪人，知道吗？知道张小姐的未婚夫为什么放不出来吗？我不同意，九公不同意，李先生不同意，秦先生不同意，整个上海滩都不同意。可我想问你，人家一个学生，你们为什么跟他过不去呢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问你呢呀？因为你不是做决定的那个人。哦。江山是打出来的，人头滚滚，学海里游泳拼出来的。谁从娘肚子里边一出来，就应该当主子啊。还是我外甥向着我，这话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因为我就是家里一个多余的人。我就是孟家的小跑堂那儿，小跟班、小奴才、臭打手、干脏活的王八蛋。我得鞍前马后准备车辆提供保护，讲笑话逗你们开心，你们还得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，因为我娘是个疯子，我爹被你们孟家给逼死了。急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脸上永远写着2个字儿——奴才？因为我就是家里一个多余的人。我就是孟家的小跑堂那儿，小跟班、小奴才、臭打手、干脏活的王八蛋。我得鞍前马后准备车辆提供保护，讲笑话逗你们开心，你们还得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，因为我娘是个疯子，我爹被你们孟家给逼死了。急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脸上永远写着2个字儿——奴才？我这么干就是想让你们看看，我不比任何人差，我可以领导这个家，让你们这些瞧不起我的人看看，我会把这个家搞得很好，很好。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，在这长吁短叹，六神无主。老豆，我是觉得呀，一个男人想成事儿，得先把家里的事儿弄稳当了。但是你那么做是把孟家往绝路上引，我绝对不会允许。我这么做只会让家里更好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聊了，我得照顾病人去了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
我还是会听你的。我想请你回来继续做孟先生，我仍然可以为你效力。不用了，你觉得自己有能力就努力去做吧。但是你得记着，这家没人歧视你，什么奴才不奴才，多难听呀！你娘不姓孟啊，你不是我外甥啊。有人让我杀了你，说杀了你可以一了百了。马处长，先生是孟家的管事儿的。听说你最近在收购孟家的店铺。是啊，孟家在租界呢有些空闲的商铺，新上任的孟文禄先生又不愿意经营，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啊。他算是我女婿吧，定了亲还没有结，我呢过来帮他打理一下。是吗？那他现在怎么样啊？枪击案之后，一直在家卧床养病。年轻人嘛，受了点惊吓。我听说，开枪的人是日本黑龙会，我还听说清水是被孟文禄干掉的。一个开枪杀过人的人，会吓得一病不起。哎呀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等他病好了，我让他来见您一下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还有别的事情吗？我和孟家搞的那个联合远洋航队啊，需要重新制定一下股权。我打算用现金的方式呢，把孟家的股权全都买下来。孟文禄之前跟我说，他转交由您来监理，我需要您的一个签字。孟家跟交通银行一直都是关系密切啊。这个贷款的申请呢，我们也都交了。非得叫我来跑一趟，是为什么呀？头寸不够，还是不愿意接这单买卖啊？交通银行的后台是政府，头寸不够，自然有政府想办法。约您来呢，两件事儿，一呢想问一问孟先生为什么没有来。这件事儿你就不用找孟先生了，我跟九公不是来办过一次吗？又不是什么大数目。孟先生要不来，这批款项肯定是放不出去的，毕竟他是长期的大客户，而且抵押文本上，不管是远洋航队的股权抵押，还是孟家地契的抵押，都是他的亲笔签字。他要不来，我们也没办法做事情啊。这个好说呀，我叫他来便是了。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来？我跟您说过了，他在病中。这么说，他答应卖掉他的远洋航队了？您负责监理另一半股权，莫非是国民政府也对远洋航队感兴趣？不是，是我个人跟孟先生的友谊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，这就好。其实这个远洋航队啊，也没有什么利益，我也是打算把它卖掉。买主呢，也已经谈好了。我劝您还是赶紧签个字，免得引起争端。
什么样的买家这么大口气啊？日本黑龙会。我也在想啊，这是何必呢？连国民政府都不敢找日本人的麻烦，我们这些势单力薄的小商人，要是不答应，岂不是螳臂挡车啊？我们倒是听说，这笔贷款是用来购买租界附近的600亩土地啊。是，在虹口区的旁边建一个赌场和烟馆。兄弟，我不得不提醒一句，这怎么了？这也碍着银行的事情了。国民政府是禁烟的，这笔款项放起来，恐怕会有诸多不便呢。放屁！租界里边那么多烟馆，我没见国民政府来抽过呀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你不用找孟先生，我让你放多少你就放多少，大不了多给你点好处就是了。你们这批摆相的作风啊，还是收一收吧。你也不用吓唬我，上面批不批，我说了能算吗？进了这个门，就得按这里的规矩玩，这是我奉送给您的。我知道，你们一直在利用这个航运走私鸦片，政府是禁止这个商业活动的。租界，可租界里住的也是中国人。这些都是生意。什么是生意呢？就是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。哼，我不要你的好处。哦，那我只好回去了，跟日本方面说一声，等他们再来找您交涉的时候，您可能就没有这么大气性了。告辞。好，好，好，不带就不带吧，你废什么话呀？我可以去找日本的三菱银行、美国的花旗银行、德国的德意志银行、意大利的罗马银行。我看你这副嘴脸，财神爷来了还得往外推啊！天下银行的规矩都是差不多的，他们也需要这些文件证明。更何况孟家所有的经济往来都是在我这里走账，他们凭什么放给您呢？那我就把孟家的钱给取空了也行，那也得孟先生亲自来，我们备着茶点等他。来，老于媳妇儿让让。装裤子，短大衣，眼睛大来眉毛细，张开了小嘴儿笑嘻嘻，甜甜的酒窝悄人迷，在他身旁做个怪东西。哎，水果不错。啊？我这个水果不错。啊。孩子他舅舅来了嘛，这不是多炒俩菜。哎，我怎么听见女的在唱歌啊？啊，那是朋友，朋友。哎，我好了，我先走。好嘞，好嘞。管的还挺多。于先生，报纸看不饱的，先吃饭吧。我都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了，没什么东西。就是新闻上说，孟家准备向交通银行贷款，买下租界附近的600多亩地，要盖一个大的赌场。你没见过孟先生吧？他干不出这事儿来。我虽然跟他也不熟，但我听过他几次报告。他这个人，怎么说呢？跟你差不多。李先生，你们都属于考虑国家大事的人，跟我们不一样。
我也算考虑国家大事的人，让碧兰生死不知的躺在孟府里，我在这儿安安稳稳的吃饭，也算是考虑国家大事的人。你读过书啊，跟我们不一样。将来啊，东洋小鬼、西洋小鬼，你去伺候一下就发达了。我才不会伺候他们呢！东洋小鬼、西洋小鬼，我恨他们，我更恨给他们当奴才的人。对不起，罗探长，我不是说你，我说错话了。你是个好人。你又招他？没错，我是伺候那些小鬼。可是我不做就没人做了吗？等我赚够钱，给我们毛球治病，我他妈才不在这儿待着，我要回家当渔民去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那儿没摆着门。麦燕呐，我想起了个事儿，我刚才切好了菜，有一个忘炒了，你跟我下去。没菜了。哎，罗探长，您别客气了，已经很好了。没事，切都切好了，一顺手的事儿。你吃你的，别看报纸了，快吃吧啊！来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回来了，走马灯似的，一趟一趟的啊！慢点啊！说说吧，那箱子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你还真要搬过来啊？不行啊。也不是不行，那你得想好了啊，我这可没地儿住。我要一张铺就行。那你不是跟我？我又没钱啊。我有啊，可能没你多。你这有点不要脸。我逗你玩呢，你以为那么容易就把本姑娘骗过来了？那我也太不值钱了吧？不能说8抬大轿3媒6证，怎么地也得弄辆别克车让我坐坐吧。其实那箱子是我借给李梦华的。他要箱子干什么？他要回去一趟啊，我们也不能一直让人在这儿吧。他在上海又不能做事，他说回去啊，让张碧兰的父亲来处理这事儿，可能还是有机会的。不行啊，想回去没门儿，半步也不能走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人我是救下来了，但我跟榔头说，我把人给杀了。他现在要敢出现在上海，我的命也保不住了。到时候是拿你脑袋还，还拿我脑袋还？拿我脑袋还？还个屁！你脑袋值几个钱？我的命不还得搭上？再说毛球呢？告诉你，谁也别想拿我儿子的性命冒险。那你现在什么意思？你把人救回来又反悔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个好人，但我也不是十足的坏人。你说你也不明白。哎，我是不明白，那你告诉我呀。你知道孟家现在什么形势吗？那是一场大戏刚刚拉开帷幕，后边怎么唱谁也说不清楚。要是榔头把这个位置坐稳了，咱们谁的命也保不住。你是不知道他的手段，我杀过人我知道，可我没办法，我干的是脏活。他呢，他拿杀人当快乐，我能不怕他吗？到那个时候，我只能把李梦华交出来，再搭上我条命，你带着我儿子走。所以你记住了，谁现在放走李梦华，谁就是我的敌人。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。记住了啊！弄了根腊肠，本来想炒个菜，让猫给叼走了。罗探长，你太客气了。来，李云，咱俩喝一个。这个是好酒啊。罗探长，
你们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这个酒好啊，活血，对你养伤也有好处。来，我敬你。刚才那个话，我哎呀，真的不说那个啊！来，喝了。一唱歌给你听好不好？不要你呀，不要你，不要你这个坏东西！多年辛苦指望你，却是一场空欢喜。不要你呀，不要你，不要你这个坏东西！从此不再指望你，自己靠自己。还有没有更难听一点的歌啊？孟三公子，过来扶我一下吧。孟老三。哎，你把棍儿拿走了，我怎么走路啊？我这棍儿永远走不好。照医生说的，每走一步，把气全吐尽了，别憋在胸口。这在我们老家呀，这都属于重病，你知道吗？怎么着也得卧床躺个3年呢。就你做那点吃的那么难吃，连让我走过去的动力都没有。你好好练，我会提高我做饭的水准。吹吧。你真得在床上躺上3年，何止3年啊，1辈子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那你就加紧勤快地练起来。歇会儿。好像好点了。好点了。哎，你不是好点了吗？挺好嘛，走的。你就是懒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可不想让你在床上躺3年。歇一会儿，继续练。我陪着你。动力来了。油爆河虾，猪脚炖黄豆是给你的，还炒了茭白。谢谢二姐。你呀，就接着多练练，一会儿饿了就回来吃。嗯。小心点啊。你心情挺好哈。
那你给我找个绳儿，我再找个歪脖树吊死在这儿。我呀都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我也不知道我脑子在想什么。今天啊，狼头到我那儿，让我说服你，要把地契、远洋航队的股份都转让给他。他要干什么？他说有人给他出了主意，到银行贷款，虹口区边上的600多亩地买下来，开烟馆、赌场。让他来找我。他现在这个位置，做得高兴了，你要再让他回去，他就难了。让他来找我吧，听听他想干什么。走太慢了，来，快点。吃了，蘑菇。你还真有心情吃，真是头猪。你骂人呢？谁像猪？二姐今天来找你干什么呀？他是问我你喜欢吃什么，做给你吃。胡说！你以为我是傻子啊？他说让你别管我，赶紧自己想办法。我说你这人把我们家人都想成忘恩负义的了。那不忘恩负义，外面那些人都干嘛的呀？你打算在这儿关一辈子啊？能跟你关一辈子是我的荣幸。我来上海可是有正经事儿的。不就是救你的未婚夫吗？死不了，出事我赔你。你赔我？你拿什么赔我呀？一句正经话都没有。舅舅，吃了吗？舅舅，吃了呢。我在外边等你。把伤养好，我们一起出去，把你未婚夫救出来。这2天我也好好想想，要不然真成猪头了。你以后不能再骂我啊！猪头猪头，你再叫我猪头，叫你驴头。张小姐身体安好啊？优雅了，安好都会说了。我现在不知道管谁叫舅妈，你得提前给我提个醒啊。该你知道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。舅舅，您得落笔给我写个文件。我想把远洋航队的股份还有龙华的那些地给抵押出去，在虹口区修一个比百乐门还大的烟馆和赌场，楼上开赌，楼下吸大烟，然后再请些漂亮姑娘跳跳舞、唱唱歌。到那时候，跟日本人搭上的。什么叫搭上日本人啊？没跟日本人搭上，谁敢在虹口区开店？不是我，那是我朋友，我们俩合股，明白吗？远洋航队我已经交给马奎先生做监理。孟家长久以来没有管理这支航队，你想转让出去，我不反对。
但是转给谁，做什么，你得告诉我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龙华那片600多亩地是老孟先生生前买来给那些饿死在街头、没有钱买坟地的穷人做埋骨之地用，那不能卖。再有，离日本人远点儿。日本对中国有野心，对孟家也有野心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还是主子？嗯？你说呢？舅舅，咱们俩客客气气的挺好，别逼我，这事儿我干得出来，我再干点别的也不怕。你就别在这儿摆你的臭架子了。少跟我来你那套。难道我不了解上海，也不了解这个江湖？但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愿意听我的话。是谁给了你什么，连自己家人都要伤害？别再往前走了，我可以原谅你。原谅我，马上就能把你打成筛子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你真知道？我真知道，要不然我哪儿也不去嘛。给你1晚上时间，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。明天早上最好把这个字儿给签了，要不然大家难看。别怪我没把话说在前头。我一直竖着耳朵在听枪响，是我耳朵聋了，还是你又被你舅舅训了一顿？你去，一枪打死他，我替你顶罪。你去啊！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不敢动手吗？杀人也要有规矩。别在这儿吹牛了。现在整个上海滩的人都睁眼看着，谁在掌管着孟家呀？榔头，榔头在干什么？什么都没干，再听他舅舅训，你就在这胡说八道。这可不是胡说。你不干出几件大事来，谁能服你啊？在虹口区，你我的大烟馆和赌场一开，请个日本公使过来剪彩，老老少少爷们儿都知道你榔头是好样的。他们自然会对你另眼看待。听我的，进去开枪打死他。你就是孟家的合法继承人，其他人什么念想都没了。怎么？还要我再说一遍吗？我知道了。明天早上我就下手。明天早晨还是太晚。你怎么回事？把孟家的人杀绝了，你高兴是吧？我真心为你好。
我今天就倒出来把它喝了。妈，我看你不敢。想让我死吗？你少跟我装疯，有什么事好好商量。我也是怕榔头毛手毛脚的，万一一个刹不住车，真把老三给伤了，那我良心上过不去呀。你良心上啊，真过不去。这药啊，不止一瓶。你要是敢动老三一根毛，我就把它喝了，在底下见你，看谁狠。吃了吗？都吃胖了，吃饱在院子里一转，回来就睡，醒了再吃。别走了，陪我聊个天吧。怎么，我爹又来了呀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瞧你坐那样，扭来扭去的，椅子上跟长刺儿一样。说吧。你什么时候放我走啊？这样关起门来做皇帝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住着不舒服。是不舒服啊。绑架人总得有个理由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要不然，你把你舅舅放出来，就说你弄错了。那感情好。只怕我舅舅不是这么想啊。害怕了吧？篓子捅大了吧？就知道你不敢。我不敢。我12岁杀人的时候，你还在吃奶呢吧？我断奶了，好不好？谁叫你杀的人？没人叫。那时候在我们家金店玩，在现在的霞飞路上，大三元酒家的旁边。有一天来了一个白象人，说自己是什么青帮的。孟先生也没问，就让人拿钱把他打发走了。谁知道过几天他又来了，他哪是什么青帮的，狗屁不是。孟先生就是不说破，扭头就给了。那时候我零用钱才3块钱，他一给就给5块10块，我当时就不服气啊！凭什么他拿的比我多呢？我就跟着他，结果还让人给发现了。他人高，我根本就打不过。我手里边拿了个皮绳子，后面把他给勒死了。手一松，人就软了。那你回家以后，大家是不是都觉得你特别英雄啊？屁！孟先生把我吊在房梁上打，要不是九宫求情，我还真是长不大了。孟家的人最不是东西了，其实什么都干，还假装自己是绅士，假模三道了。说的好像你不是孟家人似的，一口一个孟先生，可不是别人叫的。要不然，你让我爹把我接回去，把你舅舅放出来，你接着当你的榔头，有什么不好的呢？
回不去了吧？我那时候被吊在房梁上打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想，早晚有一天，我得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。现在就是这一天，我不会再受他们家欺负了。怎么了？你们以后说话轻点儿，省得我替你担心。担心什么？你们家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。别让我替你挨第二枪就行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摸着自己的心回答。说什么不要紧，就是别说错。神神秘秘的，有什么问题你问。你替我挡的那一枪，是为了我，还是怕我死了救不了李木花？不知道。明白了，早睡吧。哎，明天早上怎么办啊？榔头会回来的。不该你担心的，别瞎担心。睡觉。你干嘛？给你5分钟时间把衣服换好，我们走。快点。你干嘛？给你5分钟时间把衣服换好，我们走。小心头，站着别动。参夫，哎，是孟先生吧？是。哎呀，总算把你给等来了，等你好久了。
去清江府。好好好，行。这船是你安排的？谁安排你等我的？孟先生啊，不瞒您说，打从我爷爷开始就每天在这候着了，也不知道您啥时候能出现。每年都有一笔钱送到家里，现在轮到我了。今天是第一次等到你啊！你运气不错。是啊，是啊。孟家老祖宗修这屋子的时候就想到了应急撤退的办法，今天让我赶了，我运气也不错。舅舅，舅舅啊，想好了没有啊？孟先生，您请。这附近有电报局吗？哦，前面拐弯路口有个邮政局子，还是大清国那时候的呢。谢谢。呀，孟先生，这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走。孟先生，走好啊！舅舅，舅舅，咱们就别说多余的话了。喂，您的电话。喂，我是孟文路。是我，孟先生。喂，孟先生。喂，孟先生。谁呀？孟先生。好，我来处理。王们上上，今天的生意不做了，把海字部的弟兄和十字部的弟兄全给我叫来。完了。二人怎么就能没了呢？啊！我就不信了，给我找出来！榔头哥，这里有个暗门。
没事吧？没事。行了，走吧。你打了这么多电话，都给谁打呢？都是些我没见过的人。啊，你都不认识他们呀？老孟先生认识的人。孟先生，怎么是你啊？孟先生清瘦了一点。这位是孟太太吧？麻烦你把我们送到码头。这可不行，孟先生，我们要护送您上船。你只负责把我们送到码头，其他事儿不用管。好吧，孟先生，请上车。把枪架起来，去码头。码头、火车站、公路、水路，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，眼睛都给我睁大了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是，快快快！孟先生，请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孟先生保重。谢谢。分内事。走吧。咱们曹帮也有个2000个兄弟，都听你的调度，请孟先生吩咐。找艘好船，去青岛。你想带几个兄弟？一个都不需要，就我们2个人。围着我干什么呀？找啊！不想活了你！曹帮的尤老大那事儿，绕过去，让他绕过去。这两边的几间房子，我都包下来了，住了几个可靠的人，您随便可以使唤他们。这艘德国船还有曹帮的兄弟呢。我们的漕运不行了，可不就混点外国饭吃。真是丢祖宗的人呐！孟先生，孟先生，这把手枪我一直用着，曹帮的弟子上上下下都认它，您留着防身。谢谢。当年老孟先生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回来，水里水里去是火里火里去，没说的。孟先生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安排一下。好。上车！
甲板上风还挺大，哎，坐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先睡吧，啊。那你干嘛呀？我给你站岗。使过枪吗？没有。摸过枪吗？扳机。瞄准你的射击物，扣动扳机，试试。学会保护自己，啊。稳定，要稳定，哎，对。哎，现在别扣。你不会让我保护你吧？我让你关键时候用。我不用，再关键的时候我也不用枪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消息？他们坐的是一艘德国人的船，中间没停，直接开到青岛。打了一辈子鹰，给鹰给叼了眼睛。你就不是个成事的人，我不是让你干掉他。我知道他们有后门。废话，算死在你手里了。你怕什么？我好赖还有几百个弟兄呢。他到了青岛，抱了九公的大腿，又能怎么样？九公能买他的账。实际的权力在我手里啊，他跟九公回来又能怎么样？这盘棋没一下你就输了，你问我怎么样？我问你，上海陆军为什么会出来护送他？曹帮的尤老大多年不问江湖事的人亲自送他走，人家不是逃离上海的，是八面威风拿轿子抬出去的。这就是孟先生的派头。哼，孟家的关系有多少你知道吗？我看你永远不会知道。上海人是讲究实孝的，人死了，什么效忠都是扯淡的事儿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孟文禄没找那些人回来对付你吗？哼，就这两个人，你就惹不起了。孟家背后的势力有多大，你知道？我看你还是干脆逃走吧，逃得越远越好。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就要在这儿等着他。他不动我那是有原因的，二姨不是在我手上吗？来个人，再加10个人到二姨的院子，飞出一只苍蝇都给我拍死了。二姨身体不好，别让她受了惊吓。再跑一个，大家都别活了。是。王头，想不到你狗脑子还挺灵的嘛！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天才啊！后面的买卖咱们还得接着干。今天晚上我要开一个酒会，把上海滩的各位老大都请过来。孟家的金店地契都在我手里，找一个放高利贷的，先给他抵押出去。家产带不走，咱们就给他花光。我要建一个天下最大的烟馆，我看他回来能怎么办？大不了大家都玩完呗。龙娜，怎么了？有好多人拿着枪进来，我害怕。不用害怕，有娘在啊。二奶奶，狼头说你身体不好，请您回房间休息，我们来看院子。兄弟们辛苦了，我们回屋写写字啊。
你干嘛？什么干嘛？先把手松开。什么手啊？你拽着我的手，再不松手我就尿床了。把枪放下。去抬把椅子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抬的什么椅子啊？这不成了老太爷了吗？杨头，你听我说。这帮王八蛋不来了，不来就不来吧，说一声啊！走吧，不拦你们。哎，我们走。爹，要不然你在车上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过来。你可真行啊！啊，睡个觉呀，死死的拽着我的手，说着梦话。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我梦见有人拿着枪追我。怎么了？难受了？来，靠着，快，喝点水。哎，你饿不饿？他们送过来吃的。我不饿。喝完水再睡一会儿。我们刚到渤海，还有2个小时天才亮呢。到了山东，我给你找个好大夫看看。上海的大夫不好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民间尽是卧虎藏龙的神医。放心，我呢会对你负责到底的。我放不下你的心。到了山东又怎么样呢？你能制服榔头吗？你怎么了？你的男人跑了。是啊，他是跑了，还带着宁波那个女孩子。他知道我不用他保护。男人不都喜欢保护弱一点的女人吗？我是知道的。不过你要好好的。你要我好好的？是啊，你只是一个坏孩子，你不是一个坏人，你要好好的。我要是留着这条命，我一定娶你。这么听着很高兴。
我答应你。我也很久没给家里写信了，我爹娘肯定急死了，不能跟他们说我中了一枪。这事儿你可得给我保密啊！我傻呀我当然得保密了，我还四处嚷嚷，我被一个女人救了，还老被同一个女人救，我傻不傻呀？别这么肉麻。谁肉麻了？我娘要是知道，肯定把我给骂死了。和一个男人在同一个船舱，还拿着枪，睡觉还拽着别人，这都成什么了？这个可不是我想说的，我想说，我不行。什么不行？我不能再这样跟你说话了，这样不好，确实不好。我没想过来上海，我也没想过会碰到你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，我就是个土鸭子。我离开上海以后，我就回老家结婚了。你是着急结婚呢？早说呀！我费这劲。你这跟我赌气呢？谁跟你赌气了？我跟你赌着吗？你怎么了？我就是个笨蛋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我就是个笨蛋？到底怎么了？舅舅好了，去找九姑去了，有好多人帮他。这次我肯定死定了。我没听懂，我不是让你杀了他吗？没听你的话，没杀他。我不知道有后门，我不知道有人会帮他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又是那个老东西留下来对付我们的办法。还是比他聪明啊！儿子，你报不了仇了。娘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离开上海好吗？离开上海？离开上海，我们能去哪儿啊？你真的要跪在地上讨饭来养我啊？等我还有点钱，我还有一身力气，当然会养。乖。要是不行，我就把儿媳许。别傻了，除了这副就是他们的人，你要把他杀了，我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那
小姐，她叫陈素培。她跟我说，只要我能活下去，她就嫁给我。我。哎呦，今天海风可大了啊！请。刘老大刚打来电话来啊，说让曹帮的兄弟来接，我说不必了。要到山东还出事，那显得我太无能了吧？您不必亲自来接我。说起来，确实不必。不过张小姐也回来了，她是我们孟家的大恩人呐，我能不来接吗？张小姐，您的枪伤恢复如何了？还好。那好，那好，都累了吧？来，上车吧。祭梦大典现在开始，奏乐。指使者各司其事，请主祭官就位，请陪祭官就位，请主祭官驾圣神案前就位，请陪祭官就位。喂，很严肃，很多眼睛。靠手。看吧，本来今年你爹要亲自来的，现在你替他来看。再叩手。张小姐，三叩手。祭祀完了，你先去休息一下。我要带孟先生去拜见封司官。请主祭官宣读祝文。为丁丑之年，仲秋之月，时值始祖亚生孟子2226年周年之际，亚生64代封司官孟谨率羽祭宗亲，并代表孟氏合族，谨以福盛礼酒、素帛清香之仪，致祭于始祖亚生孟子神位前，曰：战国攻伐，百家争议，礼崩乐坏，大道积坠，惟吾元祖，挺立私事，笃学孔子，居人有义，继往开来，支言养气，克昌盛学，道脉永熙，2000余载，传统垂续，子孙绵延，世居邹邑，亦有异业，国迁海隅，享望林庙，海天万里，众卿归来，指业功绩，考司敢谏，宗封未辟，图为上相。上海62代孙孟文禄，觐见。
奉事官，你自鸣钟2座，玉狮子2对，80匹杭州自己，80匹贡缎。车马辛苦。纹路是洋牌，这礼节一点都不会的。两位还没有续备吧？奉司官涨你2倍，称爷吧。是。是。你爹的葬礼，我送的东西都收到了吧？收到了。你从邹县走的时候，是不是5、6岁呀？5岁，我记得是5岁。回爷的话，5岁。老孟先生让我记住爷对我们这支孟家的后人的提携，能进孟家的私塾读书是爷的恩典。坐。九公啊，哎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你是学习机械制造的吧？我想问问你，你看咱们国家什么时候能与世界列强比肩？君子以一事不知为耻。我可不是躲在这里的老古董啊！要不是身上带着这个头衔，我是真愿意出去看看。咱们山东那是纺织之乡，可一夜之间，外国的棉布织机进来，那家家户户都起了作用。这我也是知道的，所以你不妨直说。要说到外国，那跟你说说英国吧。英国的瓦特发明了蒸汽机，到整个的工业革命，他们都是处在国家的资源丰富、国内稳定、政治民主的形态之中。他们工业革命的时候，我们正好是乾隆年。他们用坚船利炮把我们打醒，我们才想起来奋起直追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加上我们国内的资源不丰富，政治环境不支持，想在100-200年之内追上人家，不可能，只能等待奇迹的出现。你说的很对呀，政治不清明，那是什么都做不成。你看，如果我们再有一战，那国内的工业是难以支撑，那不就像你所说的，就要亡国亡种了吗？不用依我说，打仗打的是资源，打的是民力物力调度分配。
我问过老孟先生，他那时候躺在病床上。我说，如果一旦日本和中国打起来，我们拿什么跟别人打？拿中世纪武器跟人家现代化武器打，没得打。孟家还搞什么军火厂？别忘了，零件都从外国进口的。一旦打起来，各国禁运，怎么打？那你爹怎么说？我爹说，打不过也得打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这是圣人的精神。可惜啊，我没有什么钱。不过我还是希望能把上海的军工厂振兴起来，能为国家多储备一分是一分，千万不要剁了咱们孟家的人。